敞开了吃啊！要多少有多少，听见没？这西瓜是我特意从南安城那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，所以说你们多吃点儿。张荣，真不错。哎，谁呀？敢闯我们无双城的关卡？抱歉，方才见诸位兄弟没空理我，便自作主张。我有无双令，此行是因为定了无双城中月霞铁匠铺的追魂弩，特地前来取货的。不对，不对，有何不对？先出无双令，再进无双城。如今你已经过了3个马身才拿出无双令，顺序不对呀。多有冒犯，我现在要过去，可以吗？这人死了，还能站起来吗？树做成粥，还能种回去吗？这米煮成粥，还能炒饭吗？不能。不对啊！那敢问这位兄弟，如何才对？这3个马身，1个马身1000两，3个马身3000两。这位兄弟说笑了，我那追魂弩根本不值这3000两，我就算是需要的，也不至于做这么赔本的买卖。相信无双城名扬天下，也不缺这3000两吧？无双城不缺，我缺。更何况你一个戴着面纱、不以真容见人的过客，我怎知道你这面纱之下是何心肠？抱歉啊，我自幼身染奇疾，面部不能暴露在阳光之下，不然会长红疮，故常戴面纱出行，还请见谅。那行吧，看你可怜，300两。哎，少1个子儿可都不行啊！拿来吧你，走吧走吧。这回发了，可不嘛，这么多，给我一半吧。一会儿，快回来。哎，只有咱俩。等等。又有何指教？你刚才那声叹气是何意思？只是觉得惋惜。昔日天下第一大派无双城，设了这么多关卡，竟是为了勒索他人。我素来仰慕无双城之威名，今日一见，很是失望。昔日，小子，我们无双城从来都是天下第一的大派，你在这里胡言乱语，不怕死吗？如今江湖之上，天下第一自然是雪月城。我相信这并不是我自己认为的。若诸位觉得无双城更强，那么请问，当年胜过叶鼎之半掌，拯救天下的人是谁？如今位列5大剑仙，以城为名的剑客是谁？天下第一的枪仙又是谁？这些人皆不在无双城，为何无双天下第一？你小子！司徒，把银票还给他。大师兄，还给他！可这，给，拿走拿走。你说的对，我们这么做确实令人不齿，但是你刚才侮辱我们无双城的话，我可没办法轻易原谅。可否敢与我战上一场？从天下方到此处，我对无双城很是失望，失望到现在便想离开了。看来不教训一下你，你是真不识好歹。轻点枪，大师兄不可啊！若真闹出人命来，我们也……
师兄不可！若真闹出人命来，我们也……你竟然只用2指就夹住了我的枪尖！我曾见过枪仙，见过枪仙的枪。你这枪，给他提鞋都不配。这便是我的金龙变。明日你我若在战场上遇上叶秉之，我会用出金龙变，你想办法使用18剑阵刺杀。便只记到此处了。这是枪仙的金龙变。金龙变共33式，我并不擅长枪法。这13式，也只得其形，未得其意。方才若是枪仙出枪，第1枪时，你便已经死了。您究竟是何人？能结识枪仙，会阵金龙变之人，绝非普通的江湖人。我并非世家弟子，当年曾有幸与枪仙并肩阻拦过魔教主人。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吗？原来先生是抵御过魔教东征之人，是玉宅无礼了。先生请过。若我此次败了，会当如何呢？我只知道，若我去的是雪月城，此刻应当看着苍山雪，迎着风花雪月，天下无双，当有天下无双的气度。驾！大师兄，这个人太可怕了。珍主，放行！那陆玉斋只是一时被我震慑住，一旦内心的冲击过去，就会察觉到我的身份不对，再想顺利赶到无双城城下，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驾！大师兄这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败，内心受到了极大打击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别烦我！当年能参与抵御魔教东征之人，能与枪仙并肩作战，仅仅看了几次，就能成长用出13式。听我命令，擂鼓给下面的关卡传令，拦住那个人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是。你走弟子道，到论武堂让剑长老派出问道4剑出城迎敌。是。撤！那个声音是战鼓声。
全部给我退后！你退后，都给我退后！大师兄，只有无双城嫡系弟子可以行走，要比大陆快上1倍的弟子道，还有问道4剑，这阵仗未免有些大吧？大，只恨我的权力只能到这里，不然我会让剑长老亲自出城。罗哥，剑锋低3寸，起剑慢2分。多谢剑老师。下次他便不会那么出剑了。我对你的这句指点并没有作用。你要想的是，为何方才应该那么出剑？剑道分术和法，你过分追求于术，便会一直陷入苦战。弟子记下了。剑老师，为何要提醒他？修如，你呀，能赢不赢，就是想等到一个万全时机。可世间之事哪儿有万全？人在江湖，便是用生命去赌。既然是赌，就会有风险。你一点风险都不愿意冒，那么便会不断的失去机会，再失去机会，最后被人找到破绽，一击即溃。弟子也记下了。禀长老，卢玉宅那边派人过来，说是有事情要论武堂去处理。卢玉宅是什么废物啊？仗着自己是城主的首徒，竟敢对我们论武堂发号施令，让他滚！卢玉宅武功平平，但为人处事这一块，向来最是周到，是不会平白无故来找我们论武堂的。说吧，什么事？直接过来说吧，这里没有外人。剑长老，大师兄发现有人意图潜入无双城，图谋不轨，以敲响惊醒鼓，停止各路关卡放人，但害怕那人直接闯城，所以希望论武堂可以派出问道4剑给予拦截。放肆！我们论武堂什么时候负责看门了？再说了，他都发现了，他为何不拦？大师兄阻拦无果，败了。我就知道，这要是有好事，他还能轮到我们？他早就抢功了。吴修，不得无礼。弟子失言了。那人什么身份？不知，戴着一副面纱，携着一把长剑，但和大师兄对阵之时，却使的是一套枪法。枪法？什么枪法？大师兄说是金龙变。金龙变？什么？他确定？那人自己亲口承认的，说是见过枪仙司空长风用过之后学会的。我不会记错，确实是金龙变。莫不是雪月城派来的？问道4剑，皆已动身。太好了！据说问道4剑可是得了剑长老的真传，有了他们的帮助，定能胜过戴面纱的那个家伙。胜个屁！就那4个废物！呸！那4个废物能有多强？方才那个人有多强？他是个剑客，可刚才随手挥了挥枪，就将我的内杆枪震得4分5裂的。那是什么样的境界？那是1等1的高手。问道4剑，给他提鞋都不配。那大师兄为什么派他们去？若只是我败了，
论武堂定又会大做文章，羞辱我师父。若问道四剑出手也败得很惨的话，那被羞辱的就是他们，而他们这一败，剑长老就会亲自出战。哦，大师兄的最终目的是想让剑长老拦下那个人。剑长老能赢吗？在这里开始就杀过去，还是？这里距离无双城还有几处关卡？第一次来，最后一道了，过了这儿就是无双城的城门。来了那么多次，第一次碰见这样的事。无双城，地位一天比一天差，马架子一天比一天大。兄台，你也是来做生意的？虽是生意人，做的都是江湖人的生意，一不小心掉脑袋的。我是个武器商，城里有座月霞铁匠铺，订了皮锤魂弩，这次来取货。巧了，我也是。有缘。有缘。来了来了，有人来了！终于来了！撤！论武堂，问道四剑。这问道四剑，在无双城中很有名吗？哎，无双城论武堂年轻一辈中最厉害的4名剑客。据说呀，论武堂的剑长老专门挑了4名年轻弟子，分别代表剑道当中的轻、重、急、缓，想通过观察他们这4名年轻人的成长，创一门可问剑道之巅的剑法。所以这4个人被称作问道四剑。原来如此，剑长老的大名我倒是听过，这问道四剑听起来也有几分意思。吁！哎，图谋不轨这人长什么样来着？腰佩长剑，脸上还戴着面纱，在那里。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中间那小子，你留下，其余闲杂人等速速闪开。兄弟，惹事儿了？无妨。有劳兄台帮我带下马。不是我，行。你来无双城是做什么的？订了一把弩，到这里来取货的。可有人说你是来这做坏事的？谁说的？无双城城主大弟子卢玉宅，他拦我的路，想试试我手中的剑，我没同意。这便是无双城所说的图谋不轨。你不同意？那他怎么说？你把他的枪给弄断了？想要断他的枪，还不必出我的剑。那我们呢？一起上。有几分意思。甲胄叶无袖。轻。重。
没想到你竟是这般无耻！你用的功法类似于乱神诀，特地勾起我心中杀念。虽然你拼命的克制，但是我只看了一眼便知道，你身上充满了血腥气。你不是个剑客，你这些年做的应该是杀人的勾当。剑到风云处，笑看云起时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老城主的剑法依旧这般写意潇洒呀。可方才我与他对过一剑，以那一剑来说，他的剑术不至于如此不济。果然是师傅在剑路当中的修炼初见成效，让他的剑术更上了一层楼。你仗着众人无法看清，竟然是鬼道行径。你一路东行，藏剑不动，便是在养一股剑气。当你的杀气盖过剑气，剑势尽泄，就不负方才之勇了。小人，道是你父亲寻找的东西，而我只求胜，只有胜者才有资格论道。道，确实是我父亲时常念叨的词。剑道，父亲，何为剑道？所谓剑，是指剑术剑法。一柄剑可以炼制多强，从能敌10人，到能敌100人，最后敌1000人，甚至敌10000人。我们这些剑客便日复一日修炼手中之剑，就是希望可以将它炼至最强，能与天下敌。我觉得我的剑已经练到了他所能到的最强，若想再前一步，便得悟道。那道又是什么呢？曾经的昆仑剑仙说过，他的剑法有3重境界。第一重是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第2重则是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第3重便是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。啊！爹爹参悟许久，也无法明白其中含义。但爹爹认为，所谓道，便是一个拔剑的理由。原来有些道是要在将死那一刻才能悟出来的。一生中的最强一剑，或许只有出1次的机会。可惜无法再保护你了。我方才说过，无双城的人没有资格提起我父亲的名字，尤其是你，什么流水星云，破；什么宗师气象，破；什么天下无双，皆可破。此刻你杀得越凶，你便输得越快。
你想要我用杀人术，可我偏不用。今日我便要剑胜过你。是他，你认识他？暗河执三鬼，苏沐雨。暗河，若真是暗河，那么这一切都可以解释了。剑长老，此话怎讲？难道说无双城与暗河还有什么牵扯？而且还与无剑城有关？城主不必多问，都是些过往事了。啊，师傅，剑仙有些控制不住了。他只是看到了值得一战的对手，想要与其一战。只可惜你尚且年幼，不然这样的对手确实值得一战。师傅，那该怎么办？不必担心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安静下来。小无双，待你长大之后，一定要带他去找值得一战的对手。老城主，这是要败了。他本就应该败了，只是这一败，晚了10几年罢了。若是当初败了，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。可今日败了，他便是真的败了。来了，老城主最强的一剑，成剑上九天，龙吟落黄泉。应是你落黄泉。结束了。玉如意，好纯粹的剑气。师傅，这剑匣怎么自己还会动？方才并不是剑匣自己动的，是你自己在不经意间催动了无双剑匣。这2天，我只是教了小无双一些基础的内功心法。方才那玉如意是否改变了下方的战局？使剑！我现在杀气已退，剑势不在。你若此刻对我出剑，我必败无疑。我知道，可我绝不会趁人之危。只希望公子能留我师父一命。留你师父一命？可你师父当年杀尽我无剑城所有人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留他们一命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师父当年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可原谅。可是我作为他的徒弟，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师父在我面前被杀死呢？希望公子可以理解。而且我师父此刻已筋脉尽断，现在未死，也全凭身上那口真气吊着，可他也活不了几日了。周公子，为何要出那最后一剑呢？一名剑客的死，并非肉体上的生死，而是剑心的存亡。刘云起的剑心已被我击溃，此生再也无法握剑。他已经死了。是。多谢周公子。其实我们见过。是的，当年共于魔教之时，我曾见过公子的剑法。可既然公子以卓越安之名前来，那你便是卓越安。我很欣赏你，你和你师父很不一样。你的剑法中没有太多力气，只是承载的过于重。
无法让剑随本心，所以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最强境界。很多人都这样说过。既然长老们将无双城交付于我，我便不得不把无双城的荣辱都放在我这柄剑上。天下无双。听闻昔日曾有白羽剑仙就弟子于天启城的法场之上，离去之时，一剑斩落了上方的牌匾。那么今日，我若一剑将这4个字斩断，无剑城之名定能重新名扬于江湖之上。公子，请不要妄动。7日之后，你我一战，若你败了，我便将其斩断。好，7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剑炉旁，我愿意看一看公子的剑。好。这小子换了个名字，行事作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问剑无双城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将老城主打成了残废，太嚣张，太霸道了。早点如此，我们早就踏平3家了。是啊，宇哥向来是最不喜欢出风头的，可这一次全天下都在讨论这个无剑城少主卓越安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宇哥在最后一刻使出的招式有点类似18剑阵。当初帮助各大门派抵御魔教东征时，宇哥曾在众人面前用出过这18剑阵，所以隐隐约约就有些人在传言，无剑城少主卓越安便是暗河的执三鬼。只是因为这个推断太过于荒唐了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。行走于黑夜之中，取人性命于无声的刺客，突然光明正大的走在阳光之下，还去挑战曾经最辉煌的门派，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啊。那他事情办完了也该回来了吧？哎，不对，他怕不是就直接回了南？不是，宇哥又约了无双城城主宋彦回，独占于无双城后山。啊？苏沐雨脑子坏掉了。无双城城主应当是不太好对付的，宇哥这次啊，怕是真的起了好胜之心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宋彦回算个什么东西，值得他这么去的？当年共御魔教的时候，又不是没有见过他的功夫。要真的想以剑名震天下，那为何不直接去找雪月城教训一下那个臭丫头？啊？不过这样也好，过去的痛苦确实应该找一天斩断了，不然他一辈子心中都要记挂着那仇怨。而我也在等着这么一天。我早就知道他的身份了，但是他不知道无剑城覆灭的幕后黑手。不过看他此番行径，他应该是探查到了幕后黑手是无双城。无双城早就不配是天下无双了。不过刘云起败了，还没完。还有什么？苏沐雨和宋彦回约定好了，4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再战。底下什么人？你听，师长，这什么声？怎么有人在惨叫啊？有人掉水里了吗？什么都看不见，这是什么也看不见。哎，你能看见吗？你快看，那是吗？死人！是尸体啊！尸体啊！是死人！啊，死人了！出事儿了！他，这血书。
书待宰，你说。 水底下好像有人在游啊！哎，这里面好像有人啊！头儿，那人是谁啊？看不清楚。华峰，集合！好。 后退！快来！来！ 赵兄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刚才撞桥那一幕我画下来了，你看，你看。好，我有事，我先走。哎，赵兄，赵兄，我已经派出人手全程盘查落水者，肯定能把那个蒙面人给找出来。头啊，我有一事不明啊，那么大个船。 就过了虹桥，船怎么就没了呢？这筏子，这上面怎么有个猪头呢？15年前，两浙路转运副使李岩案就有过这么一出。当年也是在这虹桥下，在他自己的船上，李岩被人杀害了。 回来了，大哥嫂子，第一连喜，大哥，惊不惊喜？惊不惊喜？惊吓！嫂子，你快出来吧！快点，快点！怎么了？你今日怎么没上职啊？今日休沐。啊，你今日为何没到散铺啊？早上去见了个竹商。我是不是也有这花？有啊。好看吗？好看啊。都15年了，娘子，你还记得15年前的今日，我们在何时何地相识？我也记得。那天晚上，杨浙路转运副使李岩和随行人员在船上被杀。大理寺察，尔等已被包围，速速投降归案。大理寺察，尔等已被包围，速速投降归案。怎么死这么多人啊？
有人落水了！挤下去了！谁呀？谁把我挤下来了？快上来！来，收工，打这边来！河边出事了，快进河！哎，这边让一下啊！闪开！大理寺报案，闲杂人等统统闪开！长官，他是干爷。哎呦，小郎君，你这是怎么弄的？看热闹被挤下河了，太吓人了！我刚才也看到了，船上死的那个是两浙路转运副使，贪了钱财，被当地的百姓嘎了。干爷，我这就给您拿干衣。巧了不是，刚才也是一个浑身湿透来买干衣的，也是被挤下河的。这个是水衣、帽子、裤子。你穿多大的鞋呀？出去，出去！哎，小郎君，哎呦，对不住了二位，对不住了啊！这位小娘子方才也是一身的狼狈，来这买干衣。我看她穿了一身湿透的破烂衣裳，估计是个流民。瞧着怪可怜的。给我一家一家仔细的查，发现有可疑者，一律押回审问。掌柜的。二位军爷，您这是有没有发现可疑之人经过呀？这，你们二位衣服头发怎么湿的？说，姓甚名谁，家住哪里？来附近干什么？不是你老看他干嘛？我问你话呢，你俩一起的？嗯。哎，二位，这是我未过门的娘子，我俩方才闹了点口角，因为看热闹的时候我们都被挤河里，没保护好她，她正跟我这置气呢。我们是这个正经东京户籍，家住东角楼街下赵家。赵苗。嗨，说起来我也在大理寺任职，今天早上我还碰到了二位的上司狄伦狄大官人，我们是同僚啊。哎呀，那既是同僚，敢问阁下在大理寺任何职啊？加个库的贴书。你这个小小的刀比利，你哪那么多废话？你们两个真的是夫妻啊？你还有脸来？是觉得看热闹掉河里不够丢人的，想让全东京城都知道。你是不是不想跟我成亲？不想好了就直说。哎，你撒什么泼？我告诉你，你再当着我这二位同僚的面让我丢人，你小心我退你的亲。退就退。哎，你个小娘们，你瞧把你惯的！你们俩信不信我？哎，行了，那小两口打情骂俏，回家闹去。不是，真丢大理寺的脸。走。二位军爷慢走。哎，等等。清明寒食早不飞燕。来尝尝我们开春的新茶呀！就送到这儿吧。我这不是怕那些官兵还盯着你呢吗？一直盯着我的只有你吧。所以，为什么是你未过门的娘子？你不知道，那帮官兵可不好糊弄，抓了你了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先剥层皮，编别的没有这个可信嘛。你就不怕我真是坏人？不可能。呆子。话说，你真的是刘明，爹娘死得早，家也没了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刘明。见过刘明，
没见过你这样的流民。流民，流民，三教九流、歪门邪道，什么人都有。说不定刚才船上的人还是我杀的呢。怎是的你？我告诉你啊，被抓了，你提我一嘴，说不定对你还能有点优待呢。我是大理寺贴书小丽，家住东角楼街巷赵家。赵不游。祝大哥嫂子白头偕老，平安喜乐。祝咱们家都平平安安的。大白天的，你干了。啊，大哥今日休沐。我们吃了吗？吃吧。哎，今天早上变和尚那事儿，你们都看见了吗？哦，我早上见了个竹商，回来的时候，路上听到有人在聊。太刺激了！你们说这次案子是谁干的呀？跟15年前是不是一伙人啊？我哪知道？你不是当时看热闹掉河里了吗？那你跟嫂子不就那么认识的吗？时间太长，不记得了。嫂子，你还记得什么不？我那时候刚来东京城，谁也不认识，哪儿也没去过，也是看热闹掉水里了。我知道的不比你大哥多。你们怎么都这么没劲儿啊？你若是对那祥瑞感兴趣，我倒可以帮你分析分析。那祥瑞肯定是假的，应该是用什么机关实现的。祥瑞。全都是一些溜须拍马、阿谀奉承的。哎呀，这不是我们能说的。怎么不能说？不能说。你们俩怎么今天这么奇怪呀？哎，算了，让我来说吧。当年杀人那帮凶犯，他们究竟是谁？15年来众说纷纭。有人说他们就是那个行走江湖的侠客，行侠义之举，替天行道呢。也有人说他们是被那个转运副使鱼肉过的百姓专门来找他寻仇的。这些人也不知他们姓甚名谁，是男是女，长什么样，平时藏在什么地方。还有啊，今天河里最后浮出来那个人到底是谁？哎，对了，我怎么听说那像个女的呀？嫂子，你受寒了吗？啊，没有，可能就是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着凉了吧。哎，嫂子，你刚回家的时候头发好像是湿的，你不会是又去看热闹，被人挤下河了，怕丢人，不跟我们说吗？没有。雀儿巷赵家吗？谁呀？啊，跑腿的，给您家送餐时。来了来了。爸，先看一看再开门。哦。开了。孙杨正店的全家福。竹商消益水给您家送的，多谢。谁呀？竹商消益水。雇我的肖掌柜啊，让我带句话，祝您赵家阖家安康。多谢啊，多谢。你打开看看，打开看看。哇，嫂子，这个就是你早上见的那个竹商送的吗？这出手也太阔绰了吧！给我来那个。爹，先别吃。啊？我也不能吃吗？羊肉吃一个没事儿。爸，你嫂让你先别吃，你们就先别吃。你们
先带爹出去走走。大哥想跟你嫂子商量一下治宅子的事儿。走，走。吃饭呢，上哪儿去啊？别吃了，别吃了。这全家福都不能吃，一会儿再吃啊。我们也没吃呢。这个家真是要散了。这吃饭呢，哪有这规矩？往哪莫走的？把那门带一下。上哪儿啊？落水之后，你在哪里买的干衣？开封府已经开始在查了，今日所有落水之人都要一一调查。成衣铺，你我认识的那间。娘子，你买一匹马。把咱家的钱全部带上，马上离开。今夜未见大理寺卷宗，杀你全家。赵大郎，我没说，可不代表别人不会说。有官差来我铺子时说过，今日要全城盘查，那位顾大官人坐镇虹桥边的案发现场督办查案，号称要把所有掉河里一腐蚀了的全都找出来。你最好是想想法子。多谢云叔。肃静！有提供落水失忆者消息的，排队报线索领赏。你呢？哎，听说开封府派人去全城问话了。今日只要在街上看到穿湿衣的，就要上报了。可不嘛，那些官兵们全城问了个遍，说是名单一会儿就收集齐了。是啊，这么快啊？对呀。好，城西的落水失忆者名单已经集齐了。让一让，让开让开，让一让。哎呦！嫡司旨，谷兄，哎呀，这是多日不见，风采依旧啊！啊，吃栗子了。现场的，来，大理寺，这是现场来监督我们开封府办案啊。对啊，不，这大案要案，我们大理寺是原则上督案。你放心吧，不会抢你风头的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，您来的正好。15年前，两浙路转运副使来金述职就是在这虹桥下，在他的船上被杀的。当年也是你们大理寺直接现场定了案。对，卷宗可否借我看看？谷兄，不是我推脱，这事儿我做不了主，真的。你不妨这样，你的上司跟我的上司勾兑一下，都点个头，这样更稳妥呀。明白。万福在，千万伺候好嫡司职。热水马上开。哎呀，不茶用伺候上。您里边请。价格库不是大官人你一句话的事儿。说的是呢，那可问题是啊。明白，上司的点头。您里边请。来，跟上里边来里边。
头，这些都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。从衣服上来看，死的都是长工，但究竟是不是还有待确认。头儿，第四只把着卷宗就是不给，那这个人软硬不吃，太难缠了。外面有人说他有线索，来，进来吧。哎，你是你啊？赵不忧，昨日见过。说你有线索。方才我听见您和第四指说想要15年前的李延案的卷宗，我有。你怎么会有？您忘了，我是大理寺的贴书。啊，好，来给我。每一个卷宗都在我这里。你把整套卷宗全都记在脑子里了。我本身就喜欢探案，否则也不会在17年前去接大理寺的招工榜。我每次抄卷宗的时候，都喜欢琢磨琢磨。所以，我想用这个本事，在您这里谋份差事。那你大理寺的差事怎么办？不要了。昨日就已经不是了，我的上司让我顶包。来呀！第四指，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我想看看，今天屋里要不要打扫打扫？今日不用了。哎！别走啊！着什么急呀？啊，来。好啊。哎呀，来人嘛，先坐。大郎，坐下说。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？没。说吧。时间啊，过得可真快。我来价格库都多少年了？你忘了？我们是同一年进来的呀，10几年了。哟，对，您看，我平日在工作上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正和提升的地方？你还需要修正吗？啊，从洒扫到规整，你这完全就是以库为家呀！哎呀，都是我们的分内之事。昨天夜里啊，我娘子，昨日价格库失火，你知道吗？价格库失火了？莫慌，坐下说。啊，火烛未熄引起的，也就烧了一些老卷宗而已。是昨日什么时辰的事情？昨晚戌时。哦，我说难怪呢，那时候我下职了。那最后走的那个人是谁呀？罗准。我走的时候，他就跟往常一样喝多了，他趴在桌上睡觉呢。果然是他。哦不，我没说失火跟他有关啊。看来我是保不住他了。不，您得保他。啊，罗准的姑父是当今的吏部尚书啊！你要万一追查他，他那姑父万一责怪您怎么办？我知道，那肯定得有个人站出来呀，得给上面一个交代吧。您别着急，我替您想想啊。赵小六，不，赵小六不行，也是有背景的，这麻烦了。这个失火这事儿啊，上面要是追究下来，一般怎么处置？就是走个过场，大不了责罚几句，有个交代就行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打住，不可以，赵不由。我说，哎呀，此事跟你无关。有关。最重要的是，没有人承担的话，不光是您受牵连，整个价格库的弟兄都得受牵连。所以你就是太善良。好，
那我就先回去。你干什么去？口说无凭啊，我得去拟一个事发过程。不用，你跟我来。我都替你拟好了。嗨，还是您想的周全。你只需画个押就行了。哎，得嘞。这上面怎么已经写了我的名字了？那不然呢？写谁的？这上面怎么还写上了这个停职自省啊？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就是走个过场，等上头的人走了，这价格库还不是我说了算呀？到时候啊，我会亲自去你家接你，而且给你升职加俸。我一家5口，还指着我开饭呢，所以想跟官人谋份差事。我不止一本，整个大理寺价格库每个卷宗，我都记在这里。而且，以我对狄伦的了解，卷宗他是不会轻易给你的。坐下说。你知道我要15年前案卷的卷宗有什么用吗？知道。是因为您觉得15年前的案子和今日的案子有2个相同之处，一个是猪头，第二是替天行道的血书。我还可以提供第3个有价值的地方。15年前的李延案，在命案现场，每具尸首身上都有同样的伤口，是由3角刺匕首所致。这种凶器极为罕见，在后来的10几年的卷宗里，我再也没有发现过这样的伤口。如果今日这里的尸首身上也有这等伤口，我敢肯定，这2个案子之间有必然的联系。看看尸体。给我看看伤口。那个。我没看错吧？好像是他。到达了啊！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我看在查案，过来提供点线索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？哎，那个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人家开封府办，咱大理寺别瞎掺和，知道吗？赶紧回家歇着去。我还是你们大理寺的人吗？昨日我前脚刚走，后脚你就把辞退我的告示贴了出来，你蒙谁呢？对呀，是辞退了，所以啊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走，滚！哎，来，你过来看看，这个伤口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匕首所致啊？他懂个屁呀！嫡次子，哎，这个人你们不要了？不要，不能要。那我们开封府要了。嗯，赵北欧，哎，跟我进来。你非得这样吗你？栗子，五牙巷书铺陈老先生，梨木巷袁家严一军。把人都找来。
是落水名单怎么还没出来啊？贴纸在记录，在内屋。顾巡视，我去催贴纸。头儿，这是围观者的证言。铁齿哥，北城的，齐了吗？齐了。好嘞。铁齿哥，拿铁的齐了。哎，好。铁齿兄，哎，顾巡视让我先来问问你，落水名单齐了吗？哎，这刚齐。哎，我看看。铁齿兄，这3份名单的字迹为何不同啊？嗨，这么多人记录的，那字迹当然不同了。哦，这样吧，我帮你誊抄一遍，你再呈上去。哎，不用，咱开封府啊，没那么多讲究。好。查到了，这是所有落水者名单。我去看看，怎么回事？来看看啊！这动了，张嘴了，张嘴啊！慌什么？头儿，这最后他动了，对呀，动了。